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Nancy。现在呢，5月份的数据出来了。我今天呢会给大伙分享 Frisco、Flowermont、South Lake。那今天增加了一个 Coppell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上一期4月份的有一个网友留言，希望我介绍 Coppell，所以我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不只是看我的视频，还有帮我点赞留言，这样的话更有利于YouTube 频道对我视频的推广。那今天呢，还是从售价，然后平均售价，然后中位售价，单位价格，还有上市天数，然后就是成交价和 listing price 的百分比，还有今天增加一个就是 showing to pending， 就是平均在 pending 的时候一共有多少 showing，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像我们在帮客户卖房时候的一个重要指标，这个在最后介绍，所以坚持看到片尾。来，我们先看一下就是平均销售价格。你看Frisco 这是比去年同期5月增加了上涨了5.1%，总有人问我们这边的房价是不是到顶了？真是说不好。Coppell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9.9%，现在是说一下 Frisco 中位销售价格是71万5， Coppell 是76万3， South Lake 1.3个 million 比去年同期小降了6.2%， Flowermont 72万2比去年同期上涨15%，所以 Flowermont 是上升趋势比较快。那看一下，就是单位销售价格 ，Frisco 现在是256每尺，上涨2.4%， Coppell 257上涨1.6%， South Lake 330上涨单位价上涨0.6%，基本持平。Flowermont 242比去年同期上涨4.3%，所以 Flowermont 是价钱还有单价都上涨的比较多。那我们看一下 Days on Market， Frisco 11天比去年同期这个涨的不用看虽然涨了57%，但11天是非常快。Coppell 是7天， South Lake 是6天，比去年同期South Lake 比去年同期降一些， Coppell 持平。Flowermont 是6天，比去年卖的更快了。所以总之就是我们这个地区房子出来卖掉是很快的，所以如果你的房子超过这个平均天数挂着还没有卖掉，你就要考虑什么原因了。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看的一个指标，就是 percentage of original price， 就是讨价还价的能力。你看现在其实从 Frisco、Coppell、South Lake、Flowermont 基本上都没有太多讨价还价能力，都是你看99、100、198，就 South Lake 一个顶点。我请大伙注意一下，我总是跟大伙说不同时间点特点不同，你们看一下，这是去年12月，你们看一下 South Lake， 如果你是在那会儿买房，你有多大的讨价还价空间？90%。好，那我们下面就说这次以前没有怎么讲过的一个指标，就是 shows to pending。那看一下Frisco 呢售12次这个房子就 pending 了，比去年同期就减了20%，就是说售的更少就可以 pending。 Coppell 是要售18次，也比去年同期降了。那 South Lake 呢是25次，那 South Lake 房子还是相对贵一些，所以售的次数要多一些，比去年同期涨了108%，涨了1倍。Flowermont 平均12次，比去年同期降了11.1%。所以如果要是你现在正在卖房，或者是for sale by owner， 不管是怎样吧，那这个收益的指标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没有足够的收益，这个房子是很难卖掉的。像我们的其实我们的系统里还可以细分到具体的区域。我在下方会给大伙儿留一个链接，它虽然跟我们系统部就是没有那么细致，但是大概的每一区域的平均售价你可以去看看你的小区，还有或者说你自己想弄小区或者弄区号都可以。所以下面有一个免费的链接。好的。好的，今天就先讲到这儿。谢谢朋友们的收看，别忘了给我点赞留言，咱也增加一下推广，点击量很高，希望点赞留言的朋友更多，谢谢。